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2025年10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区鸿福苑发生了香港近80年来最致命的火灾事件。当天下午2点51分，火势从一栋楼的下层开始蔓延，10分钟内就烧到这栋楼的23层。为什么会这么快？因为整栋楼外面包着易燃防护网，还有发泡胶板，另外还有堆积的施工材料，大风一吹，排列紧密的高层之间快速形成烟囱效应，火苗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一栋楼跳到另一栋楼。最可怕的是，整个大楼的火警钟居然都没响，很多居民被困在高层，等发现大火来的时候，已经根本来不及逃生了。大批消防员持续扑救了43小时，才于11月28日早上把大火最终基本扑灭。截至10月29日，官方确认死亡人数达到128人，其中包括1名消防员，79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仍下落不明。鸿福苑是1983年建成的香港公共房屋，8座大楼，每座31层高，住着4600多人，其中4成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这个楼龄42年的建筑群正处于为期2年的大型外部翻修工程中，这个翻修工程的总价值是3.3亿港元。大陆网上评论从一开始就把这次大火的罪魁祸首引导在翻新工程中用的竹子做的外墙棚架上。大陆媒体也积极报道香港传统竹棚落后易燃的这个论调，迫不及待地想表达香港已经比大陆落后的状态。很多海外的所谓主流媒体也跟着这种言论起哄，甚至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提出了要全面改用金属棚架取代竹棚的说法，把这次火灾造成如此惨烈后果的原因推到对竹子棚架这个香港历史传统上，显然对中共和香港现任政府都是最优的舆论方向。但是各方专家对此次大火快速蔓延的表面原因其实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多方调查发现，翻新工程在楼外搭建的外墙棚架使用的防护网本该是阻燃材料，但是施工方却使用了一家山东企业生产的一种伪造阻燃产品，原因可能是这种伪造材料的成本只有正规产品的一半。另外，对大楼住户窗口密封用的发泡胶板更是极易燃烧，一点就着，在燃烧后还会滴落下大量火滴，成为大火蔓延的助燃剂。整个工程的承包商叫红叶建筑工程，这家公司的牌照其实已经过期3个月了，2023年还有安全定罪记录，这次却拿到了这个远超市场平均定价的3.3亿港元的合同。到目前为止，香港廉政公署已经抓捕了8个人，但是基本上都是如工程顾问棚架分包商这样的替罪羊级别的人物。其中更本质的真相，在中共国安法下生活的香港人也没有什么奢望最终能得到。不过火灾后，香港人的确再次展现出那久违的植根于数十年公民社会的人性光芒。香港民众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成百上千的义工赶到现场，搭建人链，传递物资，设立物资供应站，2天内募集的衣服食品堆积如山，但很快事情就变味了。28日下午，香港政府派出了一个所谓的官方关爱团，他们来到庇护中心，要接管物资派发工作，并要求民间义工离开。对不愿离开的义工，这些官方人员扬言要报警，指控在场的义工属于非法集结。随后，中共香港党媒《文汇报》就发表了一篇特稿，说发现民间物资站有黑豹余党和黄人混入，戴着黑口罩搭建帐篷，企图借赈灾活动进行反中乱港阴谋。然后香港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亲自带队到现场巡视。香港国安法出台后这几年，中共维稳思路和运作已经深入香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火灾中，香港政府和中共急于将责任推给所谓香港历史上落后的竹棚，急于打压民间的互助行动。他们的根本目标就一个：
不希望香港人从中共统治和整个体制的角度来思考这次火灾。但历史偏偏就钟情于180度反转的讽刺剧，中共这一切努力产生的效果，却恰恰把民意推向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大火后，基本完整的竹子棚架依然耸立在已经烧黑的大楼外。随后，大量网民在网上传播这样一句顺口溜：人死了，竹子安然，要替换的不应该是竹子。任何质变来自一系列量变的累积，但通常只有在历史巨变后，人们回看过往，才能意识到哪些事件是引发质变的关键量变点。有迹象显示，这一场香港大火在改变人心，在推动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中，大概率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英国著名灵媒汉密尔顿·帕克在每年的11月份都会通过他的 YouTube 频道对第二年的国际大事做出一系列的预测。2023年11月，在他对2024年的预测节目中，他就预言到了香港的这次大火。虽然这次大火最终是在2025年而不是2024年发生的，但是他对这场大火的描述却相当准确。他说，我看到香港有高楼着火了，我看到很高的楼在烧，不是成片成片的那种，但有好几栋高楼几条街区在着火，像是一场纵火袭击。然后大家开始互相指责甩锅，好像背后有一些政治的东西在里面。帕克在他10月27日的 YouTube 节目中特意回顾了他在2年前的这个预言。在他回顾的节目中，帕克没有回避他的预言时间上有1年的错位，他坦诚地解释了他在通灵体验中的一些局限性。他说，他看到未来的一些事情时，都好像是透过一面黑暗的镜子在观看，或者是透过一块模糊的玻璃在观看。因此他可能看到部分内容，但是却无法清晰地看到全部内容。在帕克的这一次回顾节目中，以及他在过去2周刚刚做的他在本年度针对2026年的国际大事的一系列预测中，帕克多次谈到了他对中国在2026年将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惊人预测。他声称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正在快速下降，在2026年，习近平的政治影响力和健康状况的衰退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帕克还看到习近平在未来将接受一个大手术，看起来好像是某种巨大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感觉围绕器官来源的问题在中国和国际上将存在很大的争议。另外，帕克还谈到中共一名非常高级的官员可能会突然失踪，这个官员可能是来自中共军方，也可能是来自中共国安部门。这个中共高官将在一个奇特的环境下死亡，伴随着这个会有很多有关中共内部政变的说法流传出来。在经济方面，帕克声称在2026年中共对中国经济逐渐失去控制力的问题会在方方面面展现出来。他说，中国经济尽管表面数据还显得很强大，但许多神秘的东西正在逐渐地导致结构性的经济衰退，最终将促成中国经济摇摇欲坠。美国对中共实施的关税将在2026年开始显现效果，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同时，中国将出现大量工人拿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以及中国住房市场出现大问题等等。他感觉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像一个即将破裂的脓包一样，在2026年达到顶点。然后随着中共失去对中国经济的控制能力，中共也将失去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努力维系的所谓执政合法性。当然，对于帕克预言中提到的有关习近平身体状况恶化和中共高官离奇失踪死亡的预言，我目前还没有明确证据可以推测这些预言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就是最近中国在经济和房地产领域展现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帕克这个身居英国的老人，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认知是远超大量的西方主流媒体和所谓经济专家对中国经济的
认知的。就在过去一周，中国第一大房地产开发商万科的经历就和帕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描述极为契合。11月25日到27日，短短48个小时，万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股债双杀的风暴。要明白这场危机的严重性，我们先看看万科当时的大背景。面对总量超过1500亿的债券兑付压力，以及持续失血的现金流，曾经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第一贵族万科已经来到了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首先震惊市场的是，有消息说万科居然准备在12月10日召开的债权人会议上，要对他一笔20亿元的中期票据有关展期的相关事情和债权人进行讨论。展期这两个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债券到期了，但是手头没有钱可以还债，就准备和债权人商量，让他们给自己放宽一些还债期限。展期也就是延展还债期限的简称。在金融市场上，这几乎就是软性违约的代名词。虽然主动展期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违约，但在业内这通常会被看作是企业现金流出现严重问题的信号。而且从过往案例来看，近年债务要求展期的房企后续大多数都出现了债务暴雷，正式违约。让市场震惊的是，万科可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在中国房地产界一直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这样的企业居然有史以来第一次恳请债主让自己晚点偿还自己的债务，这是什么情况？中国第一大房地产企业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中国房地产实在是太凄惨了。万科这样的龙头企业在不到2年内就累计亏损已经超过770多亿元，2024年净亏了495亿，2025年前3季度又亏损了280亿。目前万科的经营性现金流持续入不敷出，今年前3季度万科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是负的59亿元。现代金融体系的一切机制基本都指向雪上加霜这个凄惨情节。就在万科最需要借钱的时刻，多家国际评级机构面对中国房地产大环境的惨淡，面对万科自身无以为继的财务状况，纷纷开始下调万科的评级，几乎在同一时间把万科的评估都降到了垃圾级。标普全球评级将万科的长期主体信用评级从 B 减下调到 CCC， 穆迪也将万科企业家族评级从 CAA1 下调到 CAA2。这些评级下调让万科从外部渠道借钱的能力丧失殆尽，从银行借不到钱，这已经不是理论，而是万科面临的现实。彭博社最新爆料说，知情人透露，万科近期在试图获得一笔短期贷款时，至少遭到2家大型中国银行的拒绝，也就是连中共自己的银行都不愿意给万科这个中共党产企业借钱了。雪上加霜的是，万科的救命稻草，它的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对它的资金支持也已经接近双方协议规定的额度上限了。根据万科10月2日公布的关于股东借款及资产担保的框架协议这个文件，深铁集团向万科提供的借贷额度上限是220亿元，而截止11月2日，深铁向万科提供的纯信用贷款已经高达了204亿，万科剩余能从深铁那儿获得的新增借款不到16亿。今后再想深圳地铁给他借钱，已经不能用纯信用贷款来借了，必须要用万科的资产来抵押了。然而万科财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末，万科在账面上已经有高达800亿元的投资性房地产被用来做抵押和担保，因此万科目前账面上可用来抵押借钱的资产已经所剩无几。
更严峻的是，深圳铁路集团自己也在流血。2024年和2025年前3季度，深铁集团分别亏损了335亿和83亿。根据深铁集团公告，这些亏损都是他们在营救他的小弟万科时导致的。换句话说，万科的亏损正在把中共亲儿子国企深铁集团拖下深水。在向外融资渠道枯竭、自身销售现金流倒贴、股东支持接近极限的3重压力下，我们前面提到的寻求债务展期就成为万科缓解短期偿债压力的唯一出路。但是在所有万科的投资人脑子中，还有一个最后的希望：中共会出资救万科。毕竟万科是中共大量入股的中国第1大房地产企业，就是中共愿意放弃自己在万科上那上千亿的投资，中共也不会放弃中国的房地产。中国恒大集团的暴雷已经把中国房地产送进了医院，中国房地产从那时起就再没缓过劲儿来。如果现在万科再暴雷了，中国房地产绝对自此进入 ICU， 不但多数中国人的家庭财富的70%可能烟消云散，中国的内需、中共的整体经济，还有中共的整个金融银行体系都可能面临崩溃的境地。另外，市场也普遍认为，深圳政府、深圳市的国资委和深圳地铁一定会想各种办法来救万科的。如果万科垮了，账目上损失的是深圳地铁集团的钱，而实际上损失的是深圳政府未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像万科、恒大、万达这样的巨型地产公司，他们从银行拿到贷款，然后天价从地方政府那里买土地，因此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共土地财政的搬运工。2021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就卖到了8万亿，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万科这几个大房地产公司的功劳。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万科迎来了那个惊心动魄的48小时惊魂。故事从10月25日说起。这一天，一家叫奥克图斯的金融情报机构突然爆料说，中共中央已经向深圳市政府和万科的第1大国资股东深圳地铁集团发出指示，让他们考虑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来处理万科债务。在中共的语言体系中，大家都知道所谓市场为导向意味着什么。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共在告诉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地铁集团，不要再救万科了，让它自生自灭吧。此消息一出，市场对万科能全身而退的唯一希望彻底破灭了。万科的投资人集体决定用脚投票。当天下午，万科债券大跳水，境内债方面，多只债券跌幅超过 13%， 境外美元债更惨。万科2027年到期的美元债单日跌幅达到了 24%， 这是这支债券自2017年发行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但这还只是开始。第二天10月26日，万科债券继续前一天的跌势，早盘跌得更是凶猛，多只债券因跌幅超过 20%直接触发临时停牌，其中22万科02这支债券更是跌超了 29%。 午后虽然有所回弹，但收盘时跌幅依然在 7% 以上。市场短暂回弹原因非常诡异，有人放出另外一则关键消息，说中共的中金公司决定再次救万科，已经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给中共中央，内容包括国企收购资产、银行贷款重组等各种方案。债券市场闻讯大喜，立刻快速反弹，但很快有人指出，这份报告其实中金公司早就提交给中共中央了，但已经被中共高层驳回了，也就是有人在用假消息控制市场，于是市场情绪再一次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万科的股价也在这一天大跌，万科 A 股最终收盘跌幅 2.48%， 港股万科企业最终收盘跌幅为 6.28%。 就在这个时候，10月26日，浦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公告，彻底引爆了市场。
公告证实了此前传言说万科将要召开的那个有关万科20亿中期票据债权人会议，要和债权人商量这个债券展期的那个相关事宜。我们前面解释了展期的概念，展期基本就被投资界看作是一种软性违约。那么这个展期公告一出，第二天12月27日，万科正式遭遇又一轮股债双杀，万科 A 股跌幅超过7%，刷新了2015年8月以来的新低。香港上市的万科企业一度跌至历史最低，最终收盘时下跌了近8%。债市方面更加惨烈，万科一个名为21万科02的债券暴跌超过57%，其他2个万科债券也分别暴跌超过42%和46%，多只债券触发盘中跌停。更戏剧性的是，有些万科债券在当天的走势就好像超级过山车，比如22万科04这个债券，盘中从下跌超过40%，突然反弹至超越42%，最后收盘再次跌超18%。这种市场剧烈波动的背后，是各种传闻、辟谣、新传闻轮番轰炸的结果，也是投资者心态的极度恐慌和混乱的表现。从时间节点来看，近期关于万科的各个传闻有脉络可循。从10月2号的深圳地铁集团和万科借贷协议设定上限的关键内容被曝光，让投资人意识到万科已经无法依靠他的第一大金主再继续给他续命。11月25日传出中共高层建议深圳放弃万科的消息，随后第二天市场更是确认了万科对一个仅仅只有20亿人民币的债券都准备软性违约的这个消息。自此透露了万科手中现金匮乏到了什么程度。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在向外界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万科的财务和现金情况比人们想象的更糟糕得多。中共高层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把中国房地产业从急救室救出来了，因此中共的资金状况要比人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这一切都指向中国房地产的情况要比人们想象的情况要糟得多。与此同时，万科的债务压力还在持续累积。万科目前有16笔债，合计220亿元，其中在1年内到期的有8笔，总共158亿。今年末到明年上半年是万科的债务高峰。万科未来靠什么现金来还这一笔笔的高额债务？没人知道。也许中共会采取对万科在财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姿态，允许万科用虚假评估自己资产价值或其他做账的方式，把未来1年的债务浪潮给躲过去，避免让万科在账面上彻底爆雷。但是在中国房地产没有真正回暖迹象的情况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共放任万科用他的债务来污染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同时用数据欺骗的方式收割万科国际投资人的韭菜。在这轮万科股债双跌后，11月28日周五，媒体报道，国际标普全球评级公司最新把万科企业的评级从垃圾级的 CCC 进一步下调到了极其危险级的 CCC 减。如果还有人对中国房地产的未来抱有任何幻想的话，最新的中国人口数据将彻底把中国房地产长期投资的概念击垮。根据中共自己的数据，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个育龄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在2023年就跌到了约1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个女性一生只生育约1个孩子，而一个国家要保持恒定的总人口的生育率应该是2.1。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比韩国高一点点，在世界排名倒数第2，比人口高度老龄化的日本还要低，甚至比处于被战争大量消耗了年轻男性的俄罗斯的总和出生率还要低很多。中国的总人口从2022年就开始持续下降了。
未来这个趋势会非常可怕的加速。中国这样的人口状况，再加上过去30年中共过度开发的商品房存量，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中国房地产在我们大多数人剩下的这一生都不可能再看到大面积回暖的迹象。就拿中国房地产短期投资来看，这次香港高层住宅楼火灾的惨烈画面，会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清醒地看到一个现实：过去中国在商品房市场开发的无数高层住宅楼，其实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就是不出现香港这样惨烈的火灾，高层住宅长期维护的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国际标准普遍是，长期维护住宅楼的费用基本是这个房价30%左右，要保证这样的充足的资金来长期维护大楼的正常运作功能。而这笔高额维护费用的花费是极度不平均的，在楼房建设质量高的开发项目中，前15年建筑维护费用的花费会非常低，但是再好的电梯，再好的大楼给排水系统，在15年后都会开始出现各种问题，就需要投入大量的维护费用。比如这次着火的香港高层大楼已经有42年的楼龄了，从所有大楼的火警系统都不工作的情况看，这些大楼应该都已经处于欠维护的状态。这些大楼是属于香港公共房屋，而这次对大楼外部的翻新工程，据说也是因为香港类似的高层居民楼出现了外墙建筑物大块脱落而砸伤地上行人的情况，香港政府才不得不决定进行这次外墙翻新工程。这一下就是3.3亿港元的巨额投入。目前中国大陆众多高层商品楼的情况，要比这次大火烧的香港公共住宅房问题要严重的多。多个调查显示，目前中国这些高层大楼的物业管理根本就没有像样的长期维护资金的储备，个别有的也是在社区还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早期就被物业给霍霍差不多了。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大面积出现问题，仅仅是因为大陆的这些高楼，他们的建设年龄还很年轻，多数都在15年以内。但未来绝对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对这些高层的建筑进行昂贵的维护，这样的情况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因此，这些高层商品楼的实际居住成本只会是越来越高。就是中共在未来几年不启动全面普遍征收中国人房产税的计划，这些高层的未来昂贵的维修费用摊派到社区的每一户，那都可能成为压垮某些家庭，甚至是压垮某些社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香港此次大火的这些间接效应，对中国大陆广泛存在的高层商品住宅市场绝对是一个噩梦。中共统计局爆出的中国今年头10个月的经济数据一片惨淡，在消费、投资、房地产等各个领域都在全线下行，企业利润也在持续下探。但最新的中共财政收入在10月份却出现了逆势上涨的态势，冲到了本年度的最高点。在中国经济同比普遍下跌的情况下，中共10月份的财政收入却同比增长了 3.2%。世界经济学家都在惊叹这个反常现象。中共这个额外的财政收入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没有任何正常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是这个违背常规的经济现象，却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社会财富和资源正从企业端、居民端被快速抽离，流入中共的手里。经济越弱，财政越强，这种现象只有在独裁统治国家才会出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种现象一旦出现，一个朝代也就进入了它的黄昏期。香港大火后，站立在烧黑的大楼外的那些完整的竹子棚架，让香港人意识到，要替换的不应该是竹子。万科的危机也在向中国人传递一个信号：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于某个企业的经营善和不善，中国人要替换的也不是万科集团。中共在过去几十年构建的那个
竭泽而渔、以债养债的地产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这场香港大火在推动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中，大概率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万科这场危机同样可能成为中共经济失控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很同意帕克老头的说法，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像一个即将破裂的脓包一样，在2026年达到顶点。因为从基本逻辑上，我们就能推演出他看到的这些景象。当然，最后历史将以什么样的形式作为出发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那样的情节，我们还需要在未来1年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